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我身后这位大英雄呢，我相信很多来过西贡的或者来过越南的人都认识他。这就是越南的民族英雄陈兴道。在越南，几乎每一个省都有以陈兴道命名的这个道路或者桥梁。这里是位于胡志明市第一郡的一个小广场。这个广场呢是来越南西贡的人的必来的一个打卡的地方。对面呢就是西贡河了。这前方是槟城市场，这边正在修地铁。这条路就是以陈兴道命名的陈兴道大道。这是陈兴道的起始位置。陈兴道是最西边是槟城大道为起点槟城市场为起点，然后一直到最西边，一直到第5郡的方济阁教堂。陈兴道是连接西贡和第5郡，也就是堤岸的一条主要通道。这条路设计的比较早，而且比较宽。现在是双向4车道，在越南胡志明市呢，是比较宽的一条道路了。也当时的西贡呢，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条大道了。陈兴道，原名陈国俊，生于1228年，卒于1300年。因受封为兴道王，从而得名陈兴道。陈兴道是越南陈朝南定美禄县即墨乡人，皇族出身，并且是陈朝的重要将领。他曾在13世纪率领陈朝军队成功击退蒙古军队的2次入侵，成为越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之一。此外，陈国俊对于古代越南的军事学甚有建树，写有《西将士文》《兵书要略》等军事作品。陈国俊是陈朝宗室，陈太宗皇帝的兄长安生王陈柳的儿子。陈国俊刚出生时，便与相士说他日可经邦济世。到长大后，更是一位容貌甚伟、博学群书、有文武之才的有为青年。据越南史书记载，安生王对于陈国俊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满怀心机地加以栽培，希望借此培养儿子陈国俊将来有所图谋。在陈兴道大道和这个刚刚这条路的交叉路口的侧边呢，这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路，叫培元路，也就是西贡鼎鼎有名的铁拔町夜市。在公元1257年，蒙古帝国因越南陈朝不愿臣服，便派兵进攻越南。当时的陈国俊虽有参与抗敌，但并未展现锋芒。在公元1278年到1283年的几年间，当时的蒙古国为了迫使越南的陈朝，当时的陈朝投降蒙古，蒙古就是对越南进行各种施压，然后各种这个军事打击。这条小巷子进去呢，里面是有一个高台教的寺庙在里面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虽然在第一次蒙古入侵当中，早年的陈兴道还没有崭露头角，不过在其后的第2次及第3次蒙古入侵中，陈兴道便成为陈朝军队的主将，在战事中举足轻重。在1277年，陈朝太上皇去世，皇帝陈圣宗于次年，也就是1278年让位给太子陈寝。元朝以陈朝不请命而自立为借口，派使节陈春来责备，并要求陈仁宗到中国朝觐，
但遭拒绝而回。在《大越史记全书》中记载，在柴春出使越南期间，陈兴道曾与他有一次碰头。柴春初来越南时，态度极其嚣张，在使节馆里便高卧不出，不接受越南朝廷官员的迎接。陈兴道得知后，便剪去头发，身穿布衣装束去找柴春。柴春一见他便起急言坐，因为当时剪发布衣乃北方和尚状，而佛教僧侣在元代地位甚高，所以柴春看到他的样貌便毕恭毕敬。但柴春企图向陈兴道施下毒手，假意请陈兴道坐下明察，然后命仆从执剑立国俊后，攥其手流血。国俊色不变，即回。春出门送之，在陈兴道的坚忍下，柴春的奸计终不得成。从1278年到1283年间，元朝试图迫使陈朝臣服，并且拥立新的安南国王陈一爱，但都未能成功，并且因为使节柴春被打伤，故此忽必烈派军南下，由皇子镇南王托欢、梭都等率领，以借道攻打战臣之名侵越。陈朝得悉元军来意，便开始布防。陈兴道则获封为国公，解制统领天下诸军，并且享有择军教、有将才者分统部伍的权利。在公元1284年，陈兴道虽已在各地派兵把守，但元军依然势如破竹，攻入现今的谅山省，并且在支楞隘击败越军。陈兴道便撤退到万捷，位于今天的海阳省，收拾残军。而陈朝朝廷闻悉战事不利，陈仁宗皇帝便与太上皇离开首都升龙，到海阳与陈兴道商议军情。太上皇见到陈兴道后，说出贼是如此，我可降之的晦气用词。陈兴道便回答：先断陈手，然后降，表现出他坚决卫国的心意。这一带呢是相对来说非常漂亮、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。对面的咖啡店古色古香的，非常有味道。陈兴道在万捷集合了一批将士后，还担心他们意志不坚，便写成西将士文，向众将训示说：何则蒙达乃不共戴天之仇，汝等既慨然不以雪耻为念，不以除凶为心，又不教士卒，是倒戈迎降，空拳受敌，是平辱之后，万事宜休，赏何面目立于天地负载之间也？要求全体将士务必全心全意抗战迎敌。这边的树呢，相对来说就很粗了，很多树比我的腰还要粗。陈朝对元军的攻势难以招架，元军很快直逼首都升龙。陈兴道护送太上皇与陈仁宗辗转经过海阳、广安，最后到清化暂避。与陈兴道相反，一些王室成员如陈义肃等则投降元朝。在陈兴道护送太上皇、陈仁宗到清化，让各路越军得以专心抗敌，并逐渐传来捷报，在弦子关，越将陈日举、陈国赞在南宋一将赵忠协助下击败元将梭都，陈光启在升龙附近击败托欢，使之退守京北地区。越军收复国都，元将梭都失利后移师到西捷。陈兴道乘机设下伏兵，击毙梭都，时在1285年农历5月。这些战事令元军士气大挫。西捷之役后，元军士气低落，加以时值盛夏，军中爆发疫病，造成士卒严重折损。托欢决定撤军回国。陈兴道一知道托欢必然撤兵，便先在各地布置军队后，亲自率军攻托欢军。托欢溃退至万捷，更被陈兴道预设的军队歼灭一半将士。
在退走路上一直遭遇越军追击，最后仓皇撤回中国，陈朝的江山得以收复。近代越南史学家陈中金评价这次胜利，认为原因很多。援军来安南，则路远万里，山水隔阻，时值炎热酷暑，又有冯张之气，因而初时是雄兵，后成病夫，加上君臣和睦，人心如一，而陈兴道又善于用兵，见机行事，进退有度，所以援军之势在必然。虽然陈兴道率领的越军成功击退援军，但忽必烈并不甘心失败，并在不久后发动蒙元的第3次入侵越南。在1287年的春天，拓欢再次领军30万人，以护送陈朝宗室陈奕肃回安南称王为名，再次入侵陈朝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援军，纵然陈兴道早已做好准备，在亮山、义安、海洋等地布防，亦无法抵挡，并一度威胁国都升龙。但陈兴道坚守升龙，并让太上皇陈仁宗迁到安全地方暂避，令援军追赶不及而后撤，其后便据守万捷。这个路的前方就是培元路98街的最西边。由于援军阵容庞大，所以军粮消耗快速，需要从海路运送军粮补给。在1287年农历12月，越将陈庆余在绿口湾设下伏兵，俘获援军水师将领张文虎的军粮船，夺走大批军粮、器械及若干人员。当太上皇接见这些战利品时，便提出援军所资者粮草器械，今既为我获，恐彼谓之，犹获禄粮，将被俘人员释放回援军阵营，使他们闻悉粮食被夺而军心动摇。陈兴道为免援军从陆路运送粮食，便先行派军驻扎亮山地区，截断通路。在我的右侧呢，就是胡志明的公安局啊。这个根据法律，我们不能去拍越南公安局里面的东西，所以这一段就到这里。其实现在我的身后就是公安局了，那么为了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任何的风险啊，我就避过公安局这一段，我就不拍了，就拍到前面去。由于粮草问题，拓欢无从选择，唯有返回中国。援军快退至白藤江时，陈兴道命将领阮腾走捷径，先到达援军必经的河面，继而往以直装于白藤，附虫草其上，令河里的木桩陷阱不易被察觉。陈兴道确切地把握了白藤江潮汐涨退的时间，成功地诱使援军战船追击时不慎搁浅。在战役中，援军多名将领被俘获，拓欢率领残军败逃途中，又不断遭越军伏兵攻击，援军最终以溃败的状态撤返中国。战事发生在1288年农历3月。陈朝取得胜利后，随即派出使者入援，请求按钱例向元朝朝贡。忽必烈亦无心恋战，应允和议，双方便恢复过往的宗藩关系。虽然忽必烈在去世前有意以安南国王不肯来朝为口实，再度兴兵侵越，但刚好因他的去世而计划终止。陈朝将一批援军战俘遣返归国，唯独其中一名将领乌马尔因对越南人杀戮过多，陈仁宗恨之入骨，不愿放回，但又担心影响议和。陈兴道便想出用船送乌马尔到海中，然后凿沉船，使之溺毙，元朝亦无从责怪。在越南的清真寺相对来说比较少，第5郡有一家清真寺，第1郡的清真寺就在陈兴道上。
这一间清真寺的颜色啊非常好看，是这种浅绿色的。在公元1289年，陈崇兴5年，朝廷论功行赏，陈兴道被晋爵为大王。受疫情影响啊，前面这个大厦估计有几年就没有动工了啊。当然，可能疫情之前也成为一个烂尾了。安生王陈柳是陈太宗的兄长。1237年农历正月，陈太宗皇帝因皇后没有子嗣，便在掌握大权的宗室陈守度的摆布下，改立陈柳的妻子李氏为皇后。此举令陈柳极为不满，陈柳便策动叛乱，但因势孤力弱而投降。陈太宗为安抚陈柳，于是便把安抚、安阳、安生、安兴、安邦等地封给陈柳，号安生王。陈柳虽获封地，但仍心怀不甘。安生王即将逝世时，曾对陈兴道说了这样的嘱托：汝不能为我得天下，我死地下不瞑目。但陈兴道却不以为然。日后在援兵入秦，陈国俊的军政地位炙手可热的时候，曾对身边的家奴野象、歇交二人说出父亲的嘱托，二人却答复以虽富贵一时，而名丑流于千载。而陈兴道亦感泣加叹之。陈兴道曾对自己的儿子们做出试探。一次，他问儿子兴武王陈国宪：“古人富有天下，以传子孙，与汝何如？”兴武王则答：“纵如异姓，犹为不可，况同姓乎？”认为谋朝篡位绝不合宜。陈兴道亦内深然之。又一次，陈兴道试探另一位儿子兴让王陈国桑。陈国桑回答说：“宋太祖田舍翁也，诚实兴运，已有天下。认为有机会的话，就应夺取帝位。”陈兴道随即用剑指骂陈国桑，要他替其服罪才释放。以这条非常拥挤的路进行划分，一边是第一郡，那这条道路的另外一边呢就是第5郡。我们今天呢就把陈兴道第1郡的部分先拍了，那陈兴道第5郡的部分呢，我们下次再拍。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拜拜。